闲话日本，欢迎大家。自从上期聊了一下这个暴跌的日元，这几天我这微信上又是一堆朋友跟我咨询来日本旅游的事儿。我说日本这边已经没问题了，10月11号开始，不仅前一阵被停掉的这些什么自由行、落地签都已经恢复了，而且飞机降落日本以后的原来有什么健康确认系统、受入责任人制度等等这些跟旅游相关的限制也都被废除了。简单一句话，疫情前什么样，现在基本还什么样。问题是中国那边有没有把出境游这块完全放开？能不能允许旅行社受理旅游签的申请？能不能让大家丝滑的出境？回国的时候需不需要隔离？这可能是这些朋友们需要跟国内好好了解一下的。不过如果咱们把视角放在早晚能恢复正常这样一个维度的话，那么这期您可以听我聊聊这个日本旅游。今年5月份，世界经济论坛推出了一个最新版的国家观光魅力度排行榜，日本排名第一，力压了美国、西班牙、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等等一堆我想去的国家。这个排行榜是从117个国家和地区里边，把观光的资源、基础设施、配套环境、相关政策和可持续性这5个大项下边又分17个小项进行排名并且打分。比如说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，交通网的覆盖区域、服务的便捷、准点到达等方面排名全世界第一的就是日本。其他的呢，观光资源这一项里边，日本的自然资源就不用说了，文化资源，比如说世界文化遗产的数量，日本排第9，非物质文化遗产排第4，大规模的体育馆、博物馆这些排第3。还比如说杀人案件的发生率，日本全世界第2低。15到24岁的国民里边，那种既不上班又不上学的这些无业游民，所谓的啃老族，日本全世界最少，说明这个国家安全而且社会经济稳定。当然日本也不是全排名靠前有低的，比如说签证太复杂，排名104，说明还是不够开放。不过岛国嘛，地方小，人口又多，没办法。还有什么对气候变动的对应，排名107，这也确实是这国家台风、火山、地震的稍微多了一点，但是总体算是瑕不掩瑜吧。综合排名下来，全世界第一。当然，这个第一也是从2007年这个排行榜诞生以来第一次拿到，算是很长时间以来日本这个观光立国的国策一路努力的一个肯定。说起来日本吸引海外的这个国际观光这个事儿还挺有年头的。1893年大清光绪19年那一年东方红太阳升，毛泽东就那年出生的。那一年在日本有个叫色泽荣一的实业家就开始倡导说，咱们要吸引外国人发展日本的国际观光事业，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喜宾会，这就是今天日本国际观光产业的起源。这个叫色泽荣一的人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没关系，再等2年，2024年日本要发行新版的日元钞票，1万日元上面的就是他。后来这种类似的机构就越来越多了，比如您今天听日本有家大手旅行社叫 JTB 日本交通公社，就是1912年成立的，1个多世纪以前人家就开始做国际观光业务了，堪称日本旅游活化石然后就是战后的日本，那会儿被打得一穷二白的，为了多赚点外汇，国际旅游就被政府定为了优先发展的方向，因此大量的服务旅游的基础设施得以重建或者完善，随之而来呢，就是旅游业的年年增高。后来的日本两会、64年东京奥运、70年的大阪世博会，直接把这个国际旅游给拉到了那个年代的巅峰。当时的日本咱们泡沫经济那期说过，56到73年 GDP 的平均增长是 9.3%， 将近20年的一个高速发展，让日本人一下就富裕起来了。这时候的日本也不缺外汇了，
政府呢开始把观光的重点从吸引外国人转向了本国人，结果呢失算了。这老百姓有钱了呀，他就不愿意跟国内玩了，就跟我小时候似的，70年代那会儿，我从北京去趟天津都算旅游，玩趟新马泰能吹1年。要现在呢当然现在疫情出不去啊，疫情之前去趟欧洲美国都算俗的，得去什么南非阿根廷这种南半球，还得在地球对面才好意思拿出来跟朋友聊聊天。日本也一样，那会儿离开日本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呀。1964年的时候，去海外旅游的日本人只有22万人，到了71年涨到了96万。那一年来日本的外国人有多少呢？66万，差了30万，所以赔了。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头，再往后日元就升值了嘛，日本人出境游就更爽了，国内挣那么多的日元，出国消费啊，这种旅游逆差越来越大。到1995年的时候，那年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335万，出国的日本人呢1530万，5倍的差距啊！于是政府决定，不行，我还是得发展这些来自海外的国际旅游。转过年来，96年开始发力吸引国际旅游，到03年的时候正式确立了观光立国这个国策，顺便呢还定了个小目标，来日本的外国游客要翻上一番，超过1000万人。然后就是各种从上到下的努力和付出。10年以后，2013年的时候，小目标实现了。跟着日本政府又定了2个目标：2020年前要超过2000万人，30年前要超过3000万。结果呢，2016年2000万人的目标实现了，18年3000万人也达成了。这下日本政府一想，我2020年可要开奥运会啊，到时候肯定来的人得更多，目标修正一下吧。2020年的目标修正为4000万的海外客人，结果还真有戏啊！2020年1月份就来了小300万的游客，1月可是淡季啊，樱花得3月份才开呢。照这趋势，全年的目标那是妥妥的呀。然后呢，疫情就全球爆发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一直到前几天，2022年的10月11号，才又全面开放了这个国际旅游。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啊。不过好在现在疫情基本上也算稳定了，又正值日本的红叶季，日元又空前的贬值，这个咱们上期说过了。我就住在东京，明显就感觉银座、秋叶原这些地方的外国人又开始多了，五颜六色的，什么色的都有。日本新闻里边爆买这个词儿又开始出现了，所以国际旅游这一块看起来还是挺靠谱的。但是能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呢？个人认为短期内很难。3个原因，第一就是中国的动态清零，咱们不评论这个政策的好坏，但客观事实是在疫情之前，2019年，隔壁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了960万的海外游客，占到了当年海外观光总人数的30%啊。现在中国国内的防疫政策如果还是这样没有松动的话，那么这一块市场是很难短时间之内给补回来的。第2个原因就是专业的人员需要时间来培养。这2-3年的疫情对于旅游行业来说绝对是一个砸锅式的打击啊。我身边开旅行社的朋友基本都关门了，旅游行业的很多环节又是一个需要经验的熟练工种。那在这2-3年的空窗期，大量的专业人员都转行了，那现在能再回到这个行业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那么填补剩下的岗位空缺的就是需要学习、需要磨合的新人，这个也需要时间。第3就是这场疫情、俄乌战争，包括一些流氓国家在国际上的各种横行等等，对全球的经济都是莫大的冲击啊。这种弥漫全世界的不景气，让大伙兜里的银子没有原来那么富裕了。所以海外旅游这个事儿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要先缓一缓了，需要时间，等世界的格局稳定下来，经济慢慢恢复了才行。所以总结起来一句话，
日本的这个国际观光产业的再次辉煌，任重而道远啊。但是我坚信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就是个时间问题。毕竟我们都还算年轻嘛，能等。希望所有喜欢日本的人能够早日有机会再来日本，重温一下那些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。最后咱们放个彩蛋吧，如果说再来日本的话，您最想去哪里玩？不知道您想好了没有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给您个参考吧。日本有一个叫都道府县魅力排行榜，就是日本国民觉得这个国家什么地方最好、最有魅力，有这么一个问卷调查。10月8号2022版新鲜出炉。比如说日本人认为最没劲的地方，排名倒数第一，第47位的是佐贺县，在福冈的旁边。估计您都没听过这地儿啊。我对那个地方唯一的印象就是佐贺牛还不错，挺好吃的，其他的就无感了。挺多的啊，咱们就说前5名吧。首先，大阪第5，东京第4，东日本和西日本的龙头城市嘛，也算众望所归。然后第3名，冲绳，东方夏威夷啊，阳光、海滩，尤其是大海，真的美。冲绳的海啊，每天不同的时间，颜色你仔细看都是不一样的。哦，我好久没去了。接着说啊，第2名，京都，红叶季，现在去最好。红叶伴着古寺，随风摇曳，或者秋雨漫漫，绝对比樱花还要美。然后就是第1名了，对，北海道。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呀，地位超过了天堂。个人认为，除了羊肉，什么都好吃，海鲜、乳制品、牛肉、土豆、甜瓜，全是我爱吃的。自然景观也不错，而且我个人最喜欢的地方是小樽的水族馆，和你最爱的人在里边买几条小鱼儿，一起喂喂海豹，那是我对北海道最开心、最美好的回忆了。好了，这期时间又差不多了。如果说您近期想来日本，但是因为各种制约还来不了的话，没关系，继续关注我的频道。打算今后我也不老宅在这个房间里了，咱们也不定期的拍拍外景，我来代替您的眼睛，看看这个正在复苏的日本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